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其实我们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一个秘密，就是怎么越花钱越有钱。很多人就会说，我也知道啊，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也提到，富人是让钱为自己工作嘛，简单来说就是花钱去投资嘛，去让钱去为你生出更多的钱嘛。不，你说的是投资者，可我说的是生意人啊。这时候很多人就说不出话了，商人越花钱越有钱，这不跟做生意的原则有违背吗？我们都知道利润等于收入减支出嘛。然后现在扫地僧你跟我说要增加支出，你的意思是花1块的支出可以换回来10块的收入的意思吗？不，我的意思是我们越花钱，我们公司实际的支出就会越少。听到这里，大家应该很疑惑吧？你们如果看过《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以后还感觉到疑惑的话，证明你根本没有看明白这本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说看完这本书没用的原因，因为他们看书真的是看书，他们看的是文字，可里面的知识并没有经过他们的脑袋，他们并没有生发出属于自己的智慧。这边我来解释一下，其实打工的人和企业家最不同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缴税的形式不一样啊。这时候又有人会冲出来说，我知道啊，企业缴的税比我们打工的缴得多嘛。真的是这样吗？比较极端的例子，大家都认识一个人叫做特朗普吧。他除了是美国的前总统外，他还跟《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合作写过一本书，因为他是靠做地产生意发迹的。而《纽约时报》当时的调查显示他公司2年缴的税仅$750，这很扯啊！谁不知道特朗普的公司混的是风生水起啊？这$750的税，不就比那些美国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那些医生和律师缴的更少吗？虽然特朗普后来也澄清说这是假新闻，但《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告诉我们，企业家缴的税真的可以比打工的人缴的少啊！而且这个方法每个人都能做到。只要你们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因为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频道那些专门培养企业家、资本家、有钱人的免费信息了。除此之外，你还可以观看今天这部影片，因为今天我会尽我的所能帮助大家提高财商的智慧。我把《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看超过10遍。为什么我要看这么多遍呢？因为我发现里面有些思维作者没有写得很白，是需要我们实践以后自己去悟出来的。今天我都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好了，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企业家、商人可以合法的缴相对比较少的税吧。这其实跟税务的算法有关，这并不复杂，大家耐心的听啊。如果你不懂为什么我们可以越花钱越有钱的话，其实是这样的。普通人缴税是收到工资以后，然后就从工资里面按照政府规定的百分比抽出一些钱来缴税。这个观念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简单来说，就是100块的收入，你先被抽掉10%，也就是10块来缴税，然后你就剩90块钱可以拿去花了。而我们企业是先支出再缴税的，因为我们有聘请员工，还有购买机器等等的生产成本。简单来说就是同样的100块，如果按照有些地方50%的企业税来算，你本来是要缴50块的税的，但这是没有包支出的情况，因为我们可能花90块作为我们的生产成本，然后剩下的10块才是我们的利润。这10块的利润按照50%的税率来算，我们只需要交5块钱的税而已啊！大家听懂了吗？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特朗普的公司会被《纽约时报》的调查指出，他们只交了$750的税了。因为只要你的公司花的钱越多，你缴的税就越少啊。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很多企业家1年会换几辆跑车的原因了。因为这些跑车是属于他们公司，而不是属于他们个人的。也就是说，这些跑车也是他们做生意的成本啊。听到这里，你可能有点懵，跑车怎么会是成本呢？你不懂，是因为你理解的生意和我们理解的不一样。你理解的生意可能是开个餐厅什么的，所以就用不着跑车这东西。但跑车对于我们企业家来说，就是一种形象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跑车，就可能谈不成一单生意了，不是开玩笑啊。之前也提到，如果我们去谈1000个亿的生意，然后如果你是坐公交车去的，然后你的客户看着你从公交车走下来，我保证你的生意马上就拜拜了。然后跑车或者说是一些奢侈品，可以说是很多企业家谈生意的配置吧。
没有了就可能谈不成了。我自己就是一个苹果迷，除了是我很欣赏乔布斯这企业家之外，我还很欣赏苹果公司的定价策略，因为够贵啊。每年只要是苹果公司发布新产品的话，我的公司都会添置一些新的产品作为工作用途。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名 YouTuber 吧，所以我就需要一些质量比较好的录音设备，苹果手机就很不错。然后剪辑影片的话，苹果电脑好像也很不错。大家听懂了吗？我们开公司的人千万不能逃税，也一定不要漏了报税。但记着，我们不但要完整的去报我们公司的收入，我们还要完整的去报我们公司的支出，支出也不要漏报啊。这是合法的，因为政府也是鼓励我们企业多一点支出的，这样才能带动社会的经济发展，我们的 GDP 才会起来啊。所以为什么当出现疫情的时候，来来去去都是鼓励我们消费的政策？因为刺激零售业是最直接也是最快可以救这个经济的办法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Robert Kiyosaki 建议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开一家公司，去保护我们资产的原因。因为注册一家公司的成本其实并不贵的，你们可以问问你们所在地区注册一家公司要多少钱。而这些世界观和经济观，如果你们没有从《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领悟到的话，也许你们不是真正的学习啊。这也是为什么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原因啊。其实里面都有提到，许多人看来很勤奋、很努力的学习，但是却买不起车、买不起房，依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这是为什么？因为富人的头脑与穷人的头脑是两种不一样的头脑，他们喜欢接触和愿意接受的信息也不一样。对于信息，有些人主动排斥，有些人主动吸收。富人喜欢阅读，喜欢新的事物，就好像我们财富自由品书会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一样，他们和我们团队定下了要一起学习100本书的智慧，每周学习2本。我和我的团队会用音频的方式为他们讲解，然后他们可能在坐车或者等人的时候去听，听完以后就写下笔记和心得，在我们富人群里面分享。为什么我们会叫富人精英群呢？就好比学校分班一样，你进来了就是精英班，是重点班，然后我们这一年只干一件事，就是学习如何达到财富自由。我们还会互相的分享资源，比如你的公司遇到了法律问题，然后你不认识法律的朋友，我们的富人群就有兄弟姐妹可以帮到你。基本上里面就是一个商业的圈子，在这样的一个圈子里面，基本上大家有些慧根的也混得不差吧。而最近我有一个赚钱的想法，准备在群里面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用链接那个限时优惠加入我们的财富自由品书会吧。优惠以后的价格是亲民的，因为改变命运是每个人的权利。 Robert Kiyosaki 告诉我们，穷人为什么不愿意学习，不愿意自己去干项目，因为怕失去金钱，失去学费，失去开始的投资。穷人也坚持不下去，为什么？因为坚持是一种消耗。穷人即便学习，不过是为了打工，打工能赚几个钱呢？富人的学习则是为了自己开公司，自己独立，自己打造一个团队去赚钱。大家知道为什么《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这么好卖吗？因为作者经历过穷人的生活，也经历过富人的生活，然后他就能用自身的经历写出富人与穷人的区别，让我们引以为戒。我们最快成为富人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这本书里面提到穷人会做的事反过来做，你就能变成富人了。真的是这样的。一些网民会说，我的这个频道把富人说得太好了，其实不是说穷人就是错的，富人就是对的。但是我本人也是跟作者一样，是白手起家的。我们都经历过穷人的生活，经历过有钱的烦恼和没钱的烦恼。我们发现的是，没钱的烦恼一定比有钱的烦恼更痛苦，因为这种烦恼更多的是愧疚，愧疚自己的无能为力，愧疚给不了家人更好的生活。而富人和穷人的阶级是可以透过努力和学习去改变的。简单来说，你是有选择权的，你是要甘愿保持现状，还是听话照着书里面的指引来做呢？如果是后者，
我现在说的话你就要认真的去听，不然也只是浪费你的时间。接下来我要帮大家归纳一下书里面富人与穷人最核心的区别。我每年都会把这本书看至少一遍，而以下的这些就是我这一年的一些领悟。先拿刚才提到的学习为例，很多穷人都不能理解为什么雷军要投资1个亿的美金去做小米公司呢？为什么要拿100个亿美金去做车呢？他自己去享受不好吗？因为雷军是一个富人啊，富人花钱去投资就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拯救自己，让自己更富。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创业、投资，打造一个自动化运营的企业给自己干活，所以他们的模式是投资，坚持投资，坚持学习先进的人的思维模式，即便是损失了钱也要继续的上，因为他们知道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学不懂是自己的事情，还需要努力。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告诉我们，富人通常都是让有经验的导师去训练他，就好比作者他本人，因为他们知道靠自己摸索的话太慢了，而且可能会走错路。富人习惯性的加入一个富人的社群，跟着各种富人不断的学习先进的营销知识、流量知识、合作知识，而穷人拒绝学习这些东西。富人日日的都跟着老师学习，找老师学习。富人追求的是先进的渠道和信息，他们知道值钱的就是信息，其他的皆不值钱。我们要成为富人，必然是要有老板的思维，也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赚钱，不要想着有一天你会忽然的致富，这是电视剧的剧情。我们真正该做的就是默默的赚钱，集中精力的做项目，远离没有什么本事的人，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简单来说，我们要保持脑袋清晰，而且是积极向上的。而相反，穷人的头脑比较混沌，他们的思维模式是只要可以机械的劳动赚钱就好了。他们一般都喜欢打工，不喜欢学习，认为打工是最有保障的事情，因为不用承担经营企业的风险，这样就有稳定的收入。其实这些人不太聪明，你去一家公司打工，你还是要跟那个老板共同承担经营企业的风险啊。如果他公司倒闭了，你不也跟着失业吗？当我们去到一个培训课程的时候，总见到一些人私下讨论那个教我们的老师，他们破口大骂，说那个老师还不如我呢，老师就是个笨蛋，就是个骗子。其实啊，这世界没本事自己赚钱的人就喜欢说人家是骗子，但他们也说的没错，这世界所有的商人本来就是骗子啊，低买高卖本来就是商业的本质啊。那你只会抱怨社会，抱怨老师，抱怨老师教的少了，抱怨老师没有给他一个具体的赚钱方法，抱怨这些有什么用呢？你自己想办法去把这些搞懂啊。关于不抱怨这件事，你们等一下可以去看看我上一部影片，你们必须要搞懂知识的价值啊。真相是，越是贫穷的人，就是越要靠文化、靠智力、靠脑子、靠学习能力赚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资源嘛。而可悲的是，我看到部分贫穷的人却不重视文化和智力，甚至鄙视，说没什么用。而越富有的人越重视文化、智力、脑子，结果这些贫穷的人过得很苦，却永远也改变不了现状。虽然我真的希望人人富有，人人都有富人的思维，但你也觉得我这个想法很幼稚吧？现在我们知道贫穷不赚钱是头脑中的错误思维导致的，人不会赚钱，有钱也会浪费掉，本质是穷人思维头脑所造成的。其次，穷人喜欢用钱买没有用的东西，富人喜欢用钱去买资产。金钱的本质是什么？金钱的本质就是拿来交换价值啊。你钱包里的那张钞票，如果只是放在你的钱包里，是没有价值的。但我们不是说要胡乱的去花钱，这个社会的现象是越穷消耗越大，越富消耗越少。穷人用钱买没有用的东西，消费了就消费了，就没有了。穷人喜欢买奢侈品，看了电视剧、电影，以买奢侈品为荣，拿来炫耀，以为买了奢侈品就是富人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资金投入到虚荣心上面，把自己的未来都变成了奢侈品。一个小年轻习惯性的购买奢侈品，只能证明他的智力很低。现在有一群人天天就知道旅游、大吃大喝，喜欢享受，不知道工作、生产，说话冠冕堂皇的，以为自己多尊贵一样。
这些人年纪大了，一定会受到上天的惩罚。人有什么样的物质水平，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不要做坏事，不要过超越自己物质水平、经济能力的生活。我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人都喜欢装富、装大方，什么都要有规格，需要面子。他们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资产，以为奢侈品和享受的物品是资产。他们认为汽车这些东西是他们的资产，他们的愚蠢让人崩溃。我有一个美女朋友，又想让她打工的男朋友给她买保时捷。这种女人以为买车是增加自己的资产，实际上这种车只会让她更穷，让她的男朋友更穷。这个女人若是不靠这保时捷赚钱，不能带来真相的现金流，此人就是可怕的负债。穷人挖空心思的去增加负债，穷而变得更穷。在穷人眼里，$100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只会计算$100能吃几顿饭。他们认为奢侈品是个好东西，他们愿意花几个月甚至半年的薪水买一个包包。他们喜欢为莫名其妙的事情买单，可是在富人的眼里，他们想的是$100怎么可以变成1000、10000甚至更多。大家听懂了吗？富人的钱是用来投资的，富人购买的是资产，资产产生现金流，是增值的。什么是资产，什么是负债？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解说。这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资产，是现金的思维模式。刚才也提到，富人买奢侈品是有目的的，是拿来工作的，他们是用企业的钱去买的，是企业的成本，是可以合法的减低一些缴付的税款。其实我跟几个比较有钱的人聊过天，他们看这些喜欢用自己的钱买奢侈品的穷人，跟看动物园的动物一样，不过他们还是会继续洗脑他们，让他们的虚荣心大增，继续用自己的钱去买这些奢侈品。大家要认清楚这个现实啊！如果你们想要成为富人，你们的头脑要保持清醒，知道什么是应该买的，知道在什么时间点资金应该投放在什么地方。我会买奢侈品并不是因为我奢华，主要一来是工作的需要，二来是拿来送人交朋友的。价格是我们付出的，价值是我们得到的。我看重的是实际的价值，而不是炒作出来的价格。商业经营的本质就是经营人们的语言系统，人们为这语言系统而买单。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勤俭节约绝对是美德。这个世界伟大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节俭的。别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忽悠你，提前用自己的钱去消费，勤奋工作，节约，打造自己的资产，付费跟高手学习，才是最智慧的富人思维模式。很多人一听到需要付费，就躲就骂，这也是穷人的思维模式。他们不知道什么交易对自己有利，也就是经常做些让自己贬值的交易。比如说打游戏、看电影、唱歌、K 歌，本质上都是在交易自己的时间、注意力和金钱。刚才也说了，金钱的本质是拿来交换价值的。我们会花钱去买时间，去买知识，然后用这些学来的知识去创建资产，去投资资产。富人每笔交易对自己都有利，比如付费进去一些课程，学习一些现金的赚钱模式，读一本书或健身，每分每秒都在做着交易。我一开始做 YouTube 的时候也是去上课程的，我不会自己慢慢的去摸索，因为自己摸索的话，可能1年、3年甚至10年都摸不出什么所以来。就像郭靖去学武功，如果没有拜到洪七公这么好的师傅，他只能一辈子傻傻的过，根本不可能成为什么好的大侠。因为一个好师傅，他已经是个成功的人了，他能够准确地指出你的问题所在。而 YouTube 这么好的项目，现做的人就越容易成功，而且投资回报率极高。我可能只需要花点钱去上个课程，然后就能每个月获得稳定的广告收益，而且是不断的累积上去。有的人如果会接业配，和其他厂商合作的话，还可以赚得更多。就算你失败了，你拥有做自媒体的经验和知识，你将来也不怕被市场淘汰，因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不会取代自媒体这种创作行业的价值。如果你们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现在还可以用到我影片描述栏上最优惠的价格参加。我接触过大手大脚花钱的人，那真是一种蠢人的行为模式。网络上充满了那些我年轻就应该花钱，结婚了就好了的言论，看着真叫人觉得惨不忍睹。当你彻底恶心这些贫穷思维言论、思维模式的时候，你就开始致富了。富人把自己交易的越来越富有，
穷人喜欢无意义的酒局，交易出去自己的生命。愚蠢的人一辈子只配谈感情，只有高等文明的人才能理解交易，平等交易。另外，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人需要面子吗？其实越穷的人才越需要面子，因为没有里子，怕人嘲笑，所以需要面子。越没文化的人越需要面子，因为你一说话，他们就觉得伤害到他了，他还说你装。工作做得越差的人越需要面子，你还不能说他，一说就暴脾气。工作做得好的人在工作的过程中受到很多挫折，反而对面子就不看重了。经历越少的人越要面子，经历多的人大风大浪都见过了，不喜欢生气了，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了。越富有的人越实在，曹操就不要面子，要里子。喜欢要面子而吃亏的人，实际上是智力有问题，认知有问题。越王勾践还吃过粪便呢，这能有面子？不过最后成了春秋五霸之一。聪明人就是干活，做实在的事情，赚钱最重要，得到实惠最重要，生存最重要，繁殖最重要。至于面子，谁喜欢谁拿去吧。你是一个喜欢要面子的人呢，还是一个不要面子的人呢？尊重是什么？人其实不需要尊重的，别人尊重你其实是一种自保，一种自我防护。尊重是对待玻璃心，对待穷人的武器。富人都知道自己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尊重我，但我依然是一个穷人，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玻璃心强的人才需要尊重，跟这样的人相处我们也累，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跟这样的人相处。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